欢迎回来。周二上午，外交部发布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5月19日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见证两国核能合作项目开工仪式。这意味着中俄最大核能合作项目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核能合作是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大能源合作项目。中俄核能合作将为两国带来怎样的利好？中俄关系达到历史最好的水平，能源合作在其中又起到怎样的作用？来看报道。此次活动是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年内首次双边线上交往，对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保持高水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周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介绍称，这是中俄迄今最大的核能合作项目，代表着两国务实合作的高水平。4台机组顺利开工，既展示了中俄在高端装备制造和科技创新领域的重大合作成果，也将助推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提质升级。此外，核能具有清洁高效的特点，4台机组建成后将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既体现了中方力争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坚定决心，也彰显了中方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有力担当。事实上，核能合作是中俄传统优先合作领域，近年来发展迅速，受到两国元首高度关注。2018年6月，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共同见证下，双方签署核领域一揽子合作协议，商定合作建设田湾核电站7号、8号机组和徐大堡核电站3号、4号机组。据了解，位于辽宁的徐大堡核电项目和位于江苏的田湾核电项目均由中核集团开发。中核集团是国内核电开发龙头企业，也是中国唯一拥有完整核燃料循环产业的企业。我想呢，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中俄双方来展开这样的合作，也确实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因为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很多其他的国家实际上都是奉行一种自私自利，甚至是以邻为壑这样的政策。但是呢，中俄双方呢恰恰相反反而是加强了各领域的合作。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核能生产国之一。2018年，俄罗斯核电站总发电量已占全国发电量的18.7%。核电技术出口是俄罗斯的国家战略，由外交部亲自负责在国外推广俄式核技术。根据合同约定，中俄将在田湾和徐大堡厂址合作建设4台 VV-1200型3代核电机组。VV-1200是俄罗斯目前在海外主推的3代核电技术。中俄这个核能合作不仅仅是能源合作，它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一个科技的合作。中俄核能合作呢，其实起步还是挺早的。我们在这个90年代中期就逐步进行了这个核能方面的合作包括共同的这个研发快堆的技术包括大亚湾等等的一系列机组的这样的合作的项目都是有序的展开。那么现在呢，中俄这个核能合作又进一步也标志着中俄这个科技合作确实在迈向一个新的阶段。除了核能外，中国长期以来与主要的能源出口国俄罗斯深度合作，互补共赢。2019年12月2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同正在索契的普京视频连线，共同见证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仪式。接气。2020年末，习近平主席同普京在互致新年问候的通话中就谈到，双方要以庆祝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署20周年为契机，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推进双方合作，而能源合作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核电还是天然气，都属于清洁能源，对于提升中国清洁能源供应量、改善大气环境都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周二，印尼海军与中国赴印尼援潜救生舰艇编队在印尼巴厘岛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深圳卫视作为唯一的中国媒体，在现场进行了报道。截至目前，中国舰艇编队已经完成第1阶段的勘测任务，现阶段取得了成果。那么，印尼第2海军舰艇司令伊万少将对中国海军的协助表示感谢。来看深圳卫视特约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我们深圳卫视的直播从巴厘岛，在我们的海军基地在连帕萨。这一次的话呢，就是来救我们的那个印尼的潜水艇的话呢，是我们的中国政府的话呢，被印尼政府邀请来去帮他们
来救这个潜水艇。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当前围绕南加拉402号的残骸划定了一个长3.7公里、宽2.5公里左右的勘测与打捞区间。失事潜艇断裂成舰首、舰桥和舰尾3节，坐沉于一个直径38米左右的海底火山口附近。印尼南加拉号潜艇4月21号在巴厘岛以北海域进行鱼雷发射演练时失联，艇内的53名士兵也全部失去音讯。这艘潜艇由德国制造，1981年服役，是印尼军队拥有的5艘潜艇之一。据路透社报道，扫描发现潜艇在水下850米深的位置，远远超过其生存极限。印尼海军早前在一份声明中称，潜艇可能在下潜过程中发生停电故障，导致控制系统中断，从而无法启动紧急响应程序。印尼宣布潜艇失事后，习近平主席在第一时间向佐科总统致慰问电，魏凤和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向普拉博沃国防部长表示慰问。由于印尼潜艇救援能力薄弱，没有建立相应的救援体系，南加拉号失联后，印尼正式发出国际援助请求。美国国防部应印尼要求，已派出一架 P-8反潜巡逻机协助搜救，并表示可以提供水下搜救装备。此外，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也分别派出救援船前往协助。中国舰艇编队发言人表示，中方于4月26号派出2艘舰船及1艘科考船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前往失事海域协助救援。5月1号，编队抵达现场，立即与印尼海军舰艇建立实时通联。5月5号，编队与中科院探索2号科考船会合后，迅速开展水下目标勘察，并通过中国驻印尼使馆武官处与印尼军方建立现场通联、资料物品移交等业务交流机制。据发言人介绍，参与此次救援任务的中方舰艇编队由海军南拖195船、863船以及中科院探索2号科考船组成。编队特别加强了潜水分队、医疗分队、搜救特装操作分队等数十人。迄今为止，探索2号所搭载的深海勇士号潜水器累计进行水下作业13次。探索2号首席科学家陈传旭指，通过广泛的勘察作业，中方已经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南加拉号潜艇所处的水下情况，并获得了失事潜艇主要残骸部件精确的形态与位置信息。此外，中方还对失事潜艇散落的艇首、舰桥、艇尾进行了细致的水下拍摄，基本摸清了3个主要部位的水中状态、地形外貌及由此形成的海底冲击坑。同时，新发现一处前期未被探明的散落的疑似潜艇首翼和多处中小尺寸的潜艇部件。与此同时，深海勇士号还从海底回收了一批失事潜艇的零散物品，尤其是在第6次下潜作业中，中国成功打捞出水了重达700公斤的救生筏。对于这些打捞上来的物品，探索2号船上的科学家迅速地进行清洗整理，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将相关勘察数据、水下图片、视频以及打捞上来的物品等毫无保留地及时稳妥移交至印尼军方。在记者会现场，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印尼军方展示了部分潜艇残骸，包括雷达警告接收机天线、水听器阵列部件、艇上技术手册以及艇员救生衣等。目前，编队已从水下目标勘察阶段转入打捞攻坚阶段。中方舰艇编队发言人强调，大深度水下打捞作业是世界性难题，我们将根据水下目标状态，结合编队实际能力，竭尽全力组织水下打捞作业。联合记者会上，印尼第2海军舰队司令伊万少将特别向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国防武官陈永进颁发奖章，以表示诚挚的谢意。双方还互相击拳，以示友好。伊万少将表示，感谢中方所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中方舰艇编队抵达之后，与印尼军方保持了紧密的沟通协作，积极开展调查勘测工作，表现出很高的专业能力与水平。伊万少将还高度评价了中方的深潜器，称其可以在深海区域进行清晰拍摄，极大地提升了水下勘测作业的效率。menurut sebuah rencana ini bahwa Nanjil pertama kali untuk bisa berkomunikasi langsung dengan peserta angkatan laut, apalagi dalam situasi conference dari saat ini pertama kali pada dunia. Sehingga saat ini kami akan memberikan kenang-kenangan untuk diingat bahwa Level Legend Yongsin pernah bertemu dengan kita, khususnya di luar negeri.
陈永进则回应道：“这是中国和印尼进行的一次重大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对巩固和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促进两军互信互助与合作意义重大。”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更加有效地进行业务交流，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协调下，印尼军方、中国军方、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探索2号船科考团队等多方建立了线上沟通机制，通过定期举行视频会议的形式，对于打捞过程中的相关技术问题保持高效透明的沟通。深海打捞一直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即使在今天，尤其对失事潜艇的搜救和打捞，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那么，过去有没有失事潜艇成功打捞的案例？相关案例对南加拉号的打捞行动又有怎样的借鉴意义？来看报道。根据参与搜救的新加坡方面用海底探测的摄像机拍到的画面，上月底确定失事沉没的印尼海军南加拉号潜艇已经在海底解体为3大块。不过，这也意味着潜艇打捞的第一个难题即定位问题已经解决，因为打捞深海沉没物体的首要前提就是先发现和定位沉没物体的准确位置，之后才能以此作为制定打捞方案的根据。但对于打捞南加拉号来说，最大的困难还是其沉没的深度。印尼海军参谋长尤多马尔戈诺在证实南加拉号失事的记者会上表示，有证据表明南加拉号潜艇在超过800米深处被水挤压破裂，这一深度远大于它的设计时的承受能力。那么水深850米对于深海打捞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这一深度的水压相当于85个大气压，换算成1平方厘米，也就是大约拇指指甲盖这么大的面积，就要承受大约80多公斤的压力。要尽可能完整打捞相关残骸，对设备本身就提出了极高要求。而且，即便在深海抓住了残骸并拖向水面，但随着水压的变化，也会给残骸等物体造成不可预测的意外影响。其次，潜艇一旦沉没到水下450米以下，就基本超过了各国人工潜水员可以现场作业的最大水深。现在，全球性的大国海军具备让少量精锐潜水员直接下潜到450米到550米深度，也就是现在全球默认550米基本就是潜水员无耐压外壳水下作业的最大深度。因为整体打捞沉船或者断裂沉没潜艇的主要分段必须有大量的钢丝绳直接牢固地焊接在沉船表面，这种焊点需要几十个到上百个。水下机器人虽然可以进行水下焊接，但是只能面对一些简单的工序。如果没有潜水员在水下直接作业进行焊接，是几乎无法保证焊接点牢固的。2017年失事的阿根廷圣胡安号潜艇与南加拉号同为德制209型潜艇，而且事发1年发现残骸的位置水深也大致在900米左右。但时任阿根廷国防部长阿瓜德表示，试图打捞该潜艇是不明智的。首先，打捞需要花费40亿美元，这让并不富裕的阿根廷难以承受。其次是技术障碍，我们没有把潜艇从这么深的海底打捞上来的设备。作为阿根廷当时的唯一潜艇，圣胡安号和44名遇难者至今还躺在海底。因为水深越深，就意味着这个无论是设备还是人都不好往下潜那么深，是吧？设备还好说，但是设备你离得越远，你也控制也不好控制。人呢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这个深度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障碍。2000年8月12号，俄罗斯海军949型巡航导弹核潜艇库尔斯克号在巴伦支海域参加军事演习时发生爆炸并沉没，艇上118人全部遇难。2001年9月，俄罗斯出资5亿卢布与荷兰一家公司联合打捞库尔斯克号。潜艇被锯成2段，荷兰公司负责打捞后段，俄罗斯负责打捞含有机密武器的前段。同年10月，艇身被吊起后被运到摩尔曼斯克。此次打捞行动拨出了1.3亿美元的专款，比当时整个俄罗斯北方舰队的年度预算还要多。为成功打捞库尔斯克号，俄罗斯和挪威的30名潜水员在当年7月到8月间，在100米深的海中对潜艇艇体钻了26个直径700毫米的孔，这些孔要穿透潜艇的外壳和内壳体。同时，俄罗斯改装了巨人4号驳船，特意在甲板上加装了26部提升机，并使用26根钢缆固定在库尔斯克号艇体上，最终成功实施了打捞。可以看到，库尔斯克沉没的位置大约在100米，使得人工作业成为可能，对顺利打捞起这艘超过南加拉号10倍重量的潜艇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据说库尔斯克号的沉没深度只有100米，100米和这次800多米，我觉得，
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那100米你可以派潜水员穿潜水服下去探具体的情况，包括把设备具体的打一些钩子给它勾住，然后慢慢往上拿水面上船往上吊，那都是可以的。但是深度可能这次的深度确确实实是个巨大的考验。那么人类有没有深海打捞潜艇的案例呢？答案是有的。1968年，苏联太平洋舰队的 K-129号潜艇在前往夏威夷群岛西北部海域执行计划外战斗巡逻任务期间失联，在苏联方面出动大规模舰船和飞机搜索未果后确认失事。事实上，在 K-129出航后，美国方面对此非常重视，希望能够获得有关苏联战略能力的相关信息，而且美方也第一时间就确认了苏联潜艇沉没的准确位置。当时 K-129潜艇沉没海域的水深达到了6500米，也有一种说法是该潜艇沉没的位置大约在水下4800米。由于 K-129潜艇上搭载有密码本、作战文献、加密无线电联系设备，如果能够将该潜艇打捞出来，美国就能在几年内掌握苏联海军全部无线电联系情况，并掌握属于绝对机密的苏联海军密码原理。根据美国政府2010年披露的部分内容，1974年，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美国正式启动了打捞 K-129潜艇的亚速尔计划。当时只有尼克松总统、中情局局长科尔比等极少数人知道这一行动的真实意图。为了计划的顺利实施，中情局还精心打造了伪装成海底矿物考察船的探索家休斯格洛马号特种打捞船。该船排水量达到了36000吨，安装了特种深水作业和打捞设备。船底有存放潜艇的底舱，底舱下部是2扇90余米宽的舱门。打捞设施被设计成石油钻塔的形式，将270多根15米长的钢管连接深入海底。钢管下端有6根120度的钢爪，利用液压装置操作将潜艇抱住提起。同年8月，美国人顺利找到潜艇，并将其拖向海面。但由于钢爪无法承担整个潜艇的重量，当潜艇距离水面还有1500米时，艇体的2/3，包括指挥塔、密码室等，从机械手中脱落，沉向海底，仅艇首部分被打捞出来。据称，美国这次打捞行动的全部费用超过了8亿美元，而当时企业号核动力航母的造价是4.5亿美元。美国那个年代可能没有无人潜航器，那个年代那个无人技术没有那么高。现在可能有无人器了，可能有些事情，包括影像的一些传输，相对那个时代是方便一点。但是这次呢，我觉得挑战依然非常大，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潜深和这个残骸有散落，有这个就是断裂，所以这个造成的挑战会大一些。此次中方派出了2艘海军舰船以及中科院深海所探索2号科考船组成的中国舰艇编队。据报道，2艘海军舰船分别是永兴岛号打捞救生舰和南拖185号远洋拖船。其中，永兴岛号打捞救生舰属于排水量13000吨的大型远洋舰艇，搭载有潜水员、深潜装具、水下机器人、声呐和测扫设备，以及各类救援小艇，主要执行3级援潜、沉船打捞、救援和拖带失事水面舰艇的任务。南拖185号远洋拖船主要是以海上救助、拖带任务为主，兼顾海上搜救、协助潜艇救援等任务。而探索2号科考船主要携带潜深10000米与4500米的载人深潜器各一具。时事评论员秦真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中方此次派出舰艇编队，无疑代表了当今世界潜艇打捞的高水平，也为整个打捞行动的顺利展开提供了坚实基础。但是对于打捞的结果，我们还是需要理性看待。可能之前搞不好我们中国也没有这方面经验，就打捞沉的这么深度的这样的残骸，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恶意炒作，拿所谓军事泄密说事，您对此如何看呢？东盟国家里呢，印尼拥有潜艇的历史仅次于泰国，但它长期缺乏深潜救援能力，像深潜救援平台、救援舱、远潜水中压器等等都没有。这不是印尼不搞，而是它的海军，特别是潜艇舰队规模有限。况且，他们拥有的都是近海潜艇，大多在300米左右深度的潜水区活动。印尼救援船搭配作业蛙人，靠自己的空气潜水装置对付60到80米左右水深的救援大概就够了，这也是印尼潜艇常见的航行深度。然而呢，这次出事的深度已经超出了印尼海军的极限，势必要向外求援。目前呢，西方常见的跨国援潜模式叫锐屯，是以美国为主导，一旦谁家出事儿，美方就会出动深潜大队，
也就是 DSU， 携带生前器材坐大飞机去援助。可看整个印尼事件当中，美国等西方主要强国基本没怎么出力，而雅加达第一时间求助的新加坡、澳大利亚呢，也对700-800米深的出事潜艇无可奈何，这就是力有未逮所造成的局面。随着形势变化，印尼出于死者为安和调查真相的目的，希望打捞潜艇残骸，对外提出了支援需求，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向所有有能力而且和印尼友好的国家开放的。对于这一点，我相信也是中国能发挥作用的大背景。那么从技术来看呢，这些年中国无论军事防险救生还是深海探测打捞，都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像10多年前公开报道我海军某深潜救生艇在大深度潜水里达到了518.2米的深度，打破了同类艇507米的记录。公开的报道看，我们的新式深潜救生艇能够在开灯能见度1米、关灯的能见度为0的恶劣条件下，用声波定位仪、图像声呐精确的搜索，并且能够顺利的和失事潜艇进行对接，形成转移通道。不仅如此，大家更熟悉的蛟龙号等等深潜器更是达到几千米的深度，这都确立了中国深海探测救援的强大地位。还有一点呢，那就是中国真诚平等的开放合作态度，扎实过硬的技术手段，印尼方面是有体会的。我可以给大家看2张照片，那是14年印尼海军学院到青岛的我海军学院参观，亲眼目睹了相关潜艇训练和抢险救捞的设施，可谓行家不打眼。我们的能力，印尼海军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可以明确地说，随着拥有潜艇的国家越来越多，尽管这给地区安全形势带来了复杂性，会给大家带来技术竞赛的忧虑，但另一方面，随着各国潜艇外出活动的常态化、远海化，一旦出现状况，及时救援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考虑到时间和能力的因素，拥有深海潜水能力的国家反倒会获得更多的国际合作机会，成为军事交往中的特殊渠道。好的，谢谢吴先生以上的分析，也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会继续连线您。谢谢。再来关注持续延烧的岛内疫情，目前台湾地区已连续4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破100，这使得岛内防疫形势日趋严峻。在疫情最为严重的双北，地方首长提出封城、建方舱医院等防疫措施，却被台防疫部门一一否决。而台湾疫苗供应也持续告急，新党等台湾社会团体呼吁民进党当局尽快开放大陆新冠病毒疫苗进口。国台办周一回应释出善意，但民进党当局却直接拒绝，甚至恶语相加，称对岸不必假好心。台湾地区的防疫战在民进党政治挂帅的大旗下，还能打得好吗？来看报道。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周二公布，台湾新增24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分别为240例本土及5例境外输入。确诊个案中新增2例死亡，这是台湾地区连续第4天新增超过100例本土病例，确诊县市已经超过一半。在新增确诊病例中，新北市106例，台北市102例最为严重。值得注意的是，新北市板桥亚东医院周一爆发院内感染，已有9人确诊新冠肺炎，都是同一病房或临近病床的病例。院方周二证实，院内有1名8旬男感染者死亡。目前另有2名院内医护人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已被安排住进隔离病房。周3将对全院医护进行第3次检测。亚东医院称，目前没有封院的打算。我想我们并没有这个封院的这个内容。毕竟，亚东医院在这个区域里面是医学中心，那我们也承担相当重的责任。新北市辖下还有破百位的确诊者需要做安置。按照此前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防疫政策，单日新增连续14日突破100例时，台湾才将实施4级警戒措施及封城措施。然而，在疫情严重的双北地区，2位地方首长早已提出封城要求。既然已经在某些地区社区的感染率达到10% 的10%的其实我们应该要进行一个
自动自发的封城啊，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知道啊，没事就在家里了啊。那包括我们整个市场上面哦，除了民生必需品以外哈，其实我们都建议先暂停营业。新北市长侯友宜周二表示，新北市经起视同升级准4级警戒，即刻起不戴口罩的民众，警方盘查登记后，将直接送告发单给卫生局，开罚3000至1.5万新台币。不过，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周一仍表示反对封城。有观察指出，这充分暴露出防疫管控问题上，台湾民进党当局高层与地方县市存在不同步的问题。似乎永远比地方这个走得慢哦，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地方防疫指挥官所提出来的，像各地县市政府所提出来的一些建议，往往都不采纳。那他不采纳的原因，究竟因为他认为这些建议很可笑，还是因为他在采纳建议的时候有蓝绿的分别哦？因为大部分提出比较这个进步哦，或者是比较超前部署的这些概念的指挥官都是蓝营的县市长哦。如果政府还是持续用这种老大心态，用这种独裁态度，甚至用太多的政治考量来决定防疫政策的话，那么将来这种篓子还会层出不穷哦。就不要老是叫全民来收这个烂摊子了。疫情恶化之际，对于新北市积极寻找适合场所，筹划设置方舱医院一事，陈时中周一表示，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没有考虑设置方舱医院，目前分区隔离为重要防疫指导原则，已将轻症患者送往集中检疫所收治。对于要不要建方舱医院，引发岛内热议。国民党前民意代表陈怡民接受采访时就质问：难道指挥中心排斥方舱医院是因为不想学大陆？外国也有类似做法，不必因为大陆使用了就排斥。台湾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建议，指挥中心应该积极为建设方舱医院做准备。如果不愿冠上方舱医院的名字，可称为轻症医院或简易医院。台湾政论节目主持人赵少康称，不愿意叫方舱，那你叫原舱可不可以？要不要建方舱医院呢？可是因为这个方舱是大陆当时叫方舱，所以呢，也被污名化了。而且台湾开始笑人家嘛，对不对哈？所以呢，所以你要这边台湾盖方舱院，我就是不要盖，那就不要叫方舱嘛，哈，你叫原舱可不可以？因应最新的疫情发展，台教育部门宣布，自5月19号起至5月28号，各级学校及公私立幼儿园停止到校上课，大专院校及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改为在线教学。疫情来势汹汹，台湾民众对接种疫苗的需求也随之迫切，却一剂难求。新党等台湾社会团体呼吁民进党当局尽快开放大陆新冠病毒疫苗进口，并表示愿意扮演桥梁角色，协助引进大陆疫苗。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周一表示，大陆各界始终心系广大台湾同胞的生命健康安全，我们愿意尽最大努力帮助广大台湾同胞尽快战胜疫情。广大台湾同胞急切期盼使用大陆疫苗，当务之急是去除岛内人为的政治障碍，使广大台胞有疫苗可用，让广大台胞的生命健康、利益福祉得到必要保障。对于大陆释放善意，台陆委会迅速跳出来，不仅一口拒绝，反而恶语相加，称对岸不必假好心，还妄称只要大陆不阻挠，就可以更快速地从国际上取得更多可靠的疫苗。对此，《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文指出，大陆今后还要继续高举道义大旗，民进党当局拒绝一次，就是他往死胡同的深处多走一步。大陆这边浩然正气、阳光雨露，民进党当局则越混越阴暗猥琐。这样的政权最终将不堪一击。等时辰一到，大陆只需一条肘，就将把它扫进历史的垃圾箱。回绝大陆疫苗之后，台当局又将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台当局驻美代表肖美琴周二承认，在美国本土疫苗开打初期，台当局就曾希望美国政府协助台湾取得疫苗，但美方对台湾迫切性的诉求并未立即给予正面回应。对于蔡英文称台湾研发的疫苗有望7月上市施打，曾担任台卫生部门负责人的杨志良直斥蔡英文是胡说八道。全世界新冠疫苗都要经过第3期临床试验才能施打，台湾根本还没做第3期试验。那你也说了，他胡说八道，他胡说八道。如果我们只有2期，就说要来使用，那是世界的大笑话。那我现在先要超前讲一步，我们的防疫一定会失败，没有一个防疫用独裁就可以成功的。因为我们的陈时中就是独裁。如果他2期就要去用，我一定到前面丢鸡蛋。我跟你讲，我要丢狗屎。屋漏偏逢连夜雨，继5月13号后，周一晚间岛内多地再次大停电。受此影响，当晚第1轮分区限电户数就达66万户。
台电表示，与13号的大停电是人为失误导致电网问题不同，这次分区限电确实是供电问题。5天内2度大停电，台湾岛内民怨沸腾。前几天刚刚就停电道过歉的蔡英文，周一晚间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道歉，而这已是蔡英文任内台湾地区发生的第3次大停电事件。然而，蔡英文刚刚道完歉，台湾电力公司周二又发出警示，预测用电量会狂飙，除非有工业用户愿意停机，否则台湾当天很可能又要停电。据台媒估算，有约200万户将受到影响。就民进党政府大概也觉得说，台湾人民难道没有人是念理工的吗？就念理工科系的人其实很多所以其实随便有一点基本理工常识的人都可以很清楚的分辨出来，台湾现在就是缺电了，不要找任何其他各式各样的理由。此时此刻，我相信台湾的这个备转容量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所以今天台湾可能又要分区停电。现在大家心中在猜的只是到底要分到哪一区。我认为，民进党必须要对台湾人民说实话就是说这是一件国王的新衣就不要再持续的欺骗台湾人民下去了。民进党所谓的这个能源结构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这就是台湾人民现在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我们缺水、缺电又缺疫苗。好的，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钟厚涛。钟先生您好。眼下岛内疫情告急，新冠疫苗一剂难求。新党等团体呼吁民进党当局尽快开放大陆疫苗登台，国台办也对岛内呼声积极回应，但蔡当局却一口回绝，还诬称对岸不必假好心。那么您对此有何评论呢？是中国大陆对于疫苗的这种需求量还是很大的，但尽管如此，我们中国大陆依然愿意为广大台湾同胞那么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这种支持，愿意只要台湾同胞、台湾当局同意，愿意向台湾输出一些疫苗。那么这体现了我们中国大陆本着两岸一家亲的这样一个心态，愿意为广大台湾同胞那么尽我们力所能及的这样一些责任，尽我们的一些义务。主要是因为我们两岸同胞都是一家人是这骨肉相亲、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当现在台湾同胞处于一种疫情的状态之下，我们大陆自然愿意那么以台湾同胞的福祉作为优先考量，对广大台湾同胞提供这种支持，特别是疫苗上的支持。那么另外一个方面特别需要点出的是，其实在我们2019年年底、2020年年初，中国大陆爆发新冠肺炎的时候，其实当时的台湾当局，特别是民进党一些为代表的这种绿营势力，保持了一个幸灾乐祸的这种心态。但是我们现在中国大陆依然不计前嫌，愿意为广大台湾同胞，那么即使是一些在政治立场上这个出现一些泛绿倾向的，我们中国大陆也没有做出特定的排除范围，这展现了我们中国大陆高度的诚意，这种宽广的胸怀，那么愿意为广大台湾同胞其实提供这种疫苗支持。那么所以未来蔡英文当局应该倾听两岸的这种声音，那么以岛内民众的福祉作为优先考量，而不应该在政治挂帅，不应该因为这种台独意识形态作祟，导致中国大陆的疫苗无法这种出口到台湾去，无法使得台湾同胞那么享有到应该有的这种福祉，享有到应该有的这种群体免疫。那么我们都知道人命关天，如果说民进党当局再继续秉持这种所谓台独意识理念，拒不接受中国大陆疫苗，继续这种政治来去阻挡的话，那么我想最后岛内的民众心中都自有评判，他们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最后民进党当局一定会受到岛内民众的唾弃。台湾新冠疫情有失控之势，那么在您看来，台当局抗疫神话破灭的最根本原因有哪些呢？那这一次新冠肺炎在岛内愈演愈烈，而且整个呈现的态势不断的升温。那背后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现在的民进党当局出现重大的误判，那误以为病毒呢是在低温条件下生存。但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现在的民进党当局的整个体制、整个的这种防控疫情的部署出现重大的这种失误。那么现在民进党当局反复宣称要进行超前部署，但是新冠肺炎真的出现之后，就会发现民进党当局所谓的超前部署结果只是一个就是零。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新冠肺炎出现患者的时候，其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就是应该大范围的进行这种检测，然后对于相关的接触人员，特别是密切接触人员、2次接触人员等等进行一个检测。但是现在的民进党当局拒不检测、拒不封城，那背后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5月25号马上要召开世界卫生大会。
如果说那么通过这种大规模检测，就会使得确诊的人数进一步的升高，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数百位的这样一个数字。那么这个一些欧洲、日本、美国等等很多国家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认为台湾是一个防疫优等生的这种神话就会破灭。所以现在蔡英文当局为了维持这样一个所谓抗疫优等生的形象，不得不去不进行检测，那防止这种使人确诊人员数量进一步上升。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一旦出现这些新冠肺炎疫情患者之后，其实最应该做的是大范围的进行这种疫苗的注射，然后可以确保群体免疫。但是现在因为岛内民进党当局拒不接受9·2共识，然后对于中国大陆一直采取这样一个所谓仇中抗中的心态，拒不接受中国大陆疫苗，然后因而使得台湾的疫苗其实现在存货的数量是微乎其微的。那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新冠肺炎的爆发表面上是一个偶然现象，但它背后其实是偶然中的必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爆发，它不是一个天灾，它更多是这个人祸，它更多的是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执政无能体现出来的一个结果。从抗疫之初严禁向大陆输出口罩，到后来不断在相关议题上进行污名化，蔡当局可谓逢中必反，借抗疫大搞政治操弄，这暴露了怎样的用心呢？那么其最重要的、最根本的用心就是以夷谋独。那么以夷谋独就是利用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来去推进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致力于推进的所谓台独布局。但现在的问题是，岛内又出现了一些新一波的疫情，而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从这个时候，理论上来讲，我们中国大陆又愿意向台湾提供疫苗，提供应有的这种物资援助，包括防护物资啊，包括检测设备啊等等，但是民进党当局拒不接受我们中国大陆的这种盛情，拒不接受中国大陆的疫苗以及相关物资。那么它背后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这种台独意识形态在作祟。那么最主要的是这种所谓抗中反中仇中的这种心态，然后再去作祟。那么但从这个事情上来去讲，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样几点。那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民进党当局的这种所谓台独意识形态，所谓的仇中抗中心理，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因为现在的岛内的这种疫情已经相对非常严峻，我们中国大陆愿意秉持两岸一家亲的这种心态来去为广大台湾同胞提供支持，民进党当局暂时却从中阻挠，然后拒不接受。那么其实最终受害的还是台湾同胞。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是，那么从这一次疫情当中还可以看出，民进党当局的所谓的亲美以美的心态是完全的暴露无遗，但是最终的结果，那么却是以失败破产来结局。因为民进党当局之所以不愿意去接受中国大陆疫苗，最主要的是认为那么可以去依靠美国，从美国获得疫苗。但是民进党当局没有想到的是，那美国一直奉行的是美国优先政策。那所谓以美国优先政策，就是在美国没有实现群体免疫的情况下，那美国不会把它的疫苗分给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即使未来美国实现了群体免疫，那么美国3亿多人口都注射了那么疫苗，那么美国优先考虑的还会是它的盟友，包括在欧洲的盟友英国呀，然后德国呀等等，那么也包括日本和加拿大等等。那么台湾究竟能排在什么位置，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台湾什么时候能够得到美国的疫苗，那么依然处于很大的问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么岛内特别是蔡英文当局指望美国来去提供疫苗，最终的这种图谋一定是会破产的。如果一味的指望美国，那么尤其是妄想去以美谋独，妄想去以夷谋独，那么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好的，谢谢钟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对于香港保安局冻结乱港分子黎智英部分财产一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二回应称，特区政府依香港国安法执法，不仅不会削弱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还会起到巩固的效果。林郑月娥还强调，不会允许任何人利用金融体系进行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行为。上周五，香港保安局根据香港国安法冻结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部分财产，称有合理理由怀疑跟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有关。
周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前见记者称，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不便评论。但特区政府维护國家安全的職責是非常認真嚴謹的。涉及嘅問題呢，係危害國家安全，唔單止香港社會嘅安全，仲係14億人民嘅安全。咁所以執法嘅機構呢，一定係會依法嚟到去辦事。對於一些西方媒體利用此案再次大肆攻擊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林鄭月娥強調，沒有人能夠利用香港的金融體系去進行危害國家安全或政治性的行為，並以此意圖危害國家香港安全。我留意到又係有啲西方媒體就藉此呢，又係攻擊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嚇。事實上係不但止係不會影響或者削弱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亦都希望更加能夠鞏固到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它是這個必須在法治之下運行，來往的資金必須是乾淨的。香港的法律也有非常明確的反洗錢的有關的規定跟執法的機構，所以如果黎智英本身的這個資金呢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是外部勢力干預香港的這個骯髒的被污染的資金，那這樣的資金鏈從香港金融體系當中被凍結或者清理出去呢，恰恰是這個使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更加鞏固，使香港這個金融體系當中流動的資金呢更加乾淨，更加合法有序的這個運轉。對於凍結黎智英持有的一傳媒股份及其3間公司與銀行賬戶內的財產，香港民建聯周二發表聲明表示，保安局局長所作決定是依法行事，符合相關法律規定。鑑於黎智英被起訴罪行的嚴重性和危害性，保安局局長所作決定是必要的，有助案件的調查檢控工作，並防止有人繼續利用相關的財產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的圖謀和行動。民建聯對此全力支持。香港大公報的文章認為，凍結疑犯個人資產絕非香港首創，而是通行於世界的普遍做法。美國有大量法律賦權執法部門採取行動，以10多年前的最大龐氏騙局一案為例，案發後當局已立即凍結主犯馬多夫本人及家人數以億計的資產。英國2018年甚至推出未解釋財富令，規定只要有洗錢以及逃稅、欺詐等等嚴重罪行，若有合理懷疑，都可以直接凍結甚至沒收財產。同屬普通法地區，難道只有美英可以凍結，香港卻不可以？更重要的是，黎智英涉違反香港國安法已是罪證確鑿。世界上沒有絕對的自由，更沒有凌駕法律的自由，不能因為你是黎智英就有違法犯罪的特權。文章指出，從法律程序而言，凍資只是第一步。若警方獲得足夠的證據，那麼採取更進一步的措施將是預期之內的事。說到底，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不論涉及到誰，都要堅決徹底，絕不手軟。下一步呢，我認為國安法的這個實施呢，應該注重這個全面、準確和平衡。一方面呢，對於大量已經上了通緝名單的那些國家安全犯罪的嫌疑人呢，應該廣泛的通過國際刑事合作的機制，通過這個逃犯移交的這個機制呢，將其繩之於法。另一方面的話，這個國安法的這個執法以及國家安全法治的教育呢，應當深入校園、深入社區，使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到、信任到，並且具體的去認同跟接受國安法作為香港法治有機的一部分。